财务报表我已经看完了。林总从来都着眼宏观，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些财务小事儿？这可不是小事儿，很多公司都毁在这上面，比如做假账、偷税漏税。我们公司绝对不可能。所以夸你天衣无缝啊，竟然半点漏洞都没有。听您的语气，倒是希望有漏洞吧？蔡总，您真幽默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说你一个人，那晚上一定有时间，要不咱们出去坐会儿？好啊。7点钟，我在停车场等你，不见不散。林总，其实你和马总的事儿，公司里人人都心知肚明。你想趁着公司金融危机点他的炮，通过我这儿，没戏。账目上没什么把柄。你喝多了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出卖你。我当然放心了，要不你在外面偷偷投了星火文化这事儿，我怎么能替你隐瞒到现在呢？蔡总，您真是生财有道啊！听说这家公司是你侄子开的吧？手里还囤了一堆 IP， 好像还年年亏损，是吧？林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马列文现在想通过操作 IP 赚一笔快钱，咱们俩呢强强联手，一能帮助星火文化，二对你我都有利，你说呢？干杯！小婷，小婷，小婷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
我想让他们陪陪我。好，把水给你搁这儿了。我们离婚吧。啊？我们离婚吧。小晴，我知道你特别难受，但你相信我，我陪着你，咱们俩一起把这段时间熬过去，熬过去就好了啊。我和你在一起，就是想过那种普普通通的日子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该闹闹。生2个孩子，你当爸，我当妈，打打闹闹过完这辈子。你很上进，你有抱负，这很好，我也支持你。可这不能是生活的全部。我是个女人，我要的是个老公，不是个野心家。我承认我有野心，但我一直认为一个男人有野心不是坏事。我是真希望咱们的孩子能健健康康的生下来，真的。完了，都完了。我在世上就2个亲人，你，我爸。我夹在你们中间这么久，我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我真的是受够了。我爸，我改变不了，你我也改变不了，到此为止吧。想好了？想好了，这次符合您的期待了吧？小婷啊，爸爸是恨透了冯晨生，我真不想让你再过那种动荡摇摆的日子呀。您什么意思啊？您又不同意我离婚了？哎，闺女，你做任何决定，爸爸都支持你。你从小到大，爸爸没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哎呀，可自从跟冯晨生结婚以后，咱们父女俩的感情是经常发生摩擦，我自己都很纳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因为你一直把他当成一个贼，而从来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家人。没错，我就是不能把他当成自家人，因为这孩子野心太大，如果我不恨着点，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来。您只在乎您的财产，他只在乎他的前途，没有人在乎我幸不幸福。自愿离婚，你没有异议吧？没有。看你们年纪这么轻，
离婚原因是什么？感情破裂。你们这个协议书不行，常住户口所在地跟身份证上不符。哪里不符了？身份证上是2门502，你写成了2单元502，没办法，上面有规定，你们这个办不了。还有，你们有子女吗？说话呀！信息我们都得核实清楚的，而且都得在协议书和声明书上体现出来。你们回去再弄一下吧。谢谢啊。刚刚人家问有没有子女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怕说没有你难受。你不说我就不难受了。我怎么说都是错。我承认，是因为前一段我的失控，让你特别的难受，也造成了咱们俩的孩子。不说了。但你看，这次就因为差2个字没离成，是不是再给我次机会？进来。什么事儿啊？还跑到家里来说？我物色了一家不错的 IP 公司，评估报告我已经做完了，看一眼吧。你效率够高的。这是一家以网络文学为平台的新媒体公司，他们手上呢有一堆 IP， 还跟各个视频网站有着深度的合作，我认为是很有潜力的。我在想，要是我们能够并购星火文化，那不光是他们的版权，连我们自己的版权也可以一起进行影视化的运作。就算我们卖掉这些版权，那也可以弥补我们资金上的缺口。价格怎么样？我跟何总已经谈过好几次了，根据评估报告，我觉得以5000万收购。哦，他还没有松口啊，但是我觉得谈成的几率是很高的。5000万，这不是小数目啊。可是你知道5000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吗？你先约一下星火的人，先见个面吧。行，我尽快。再见。走了。我决定离开卓越，明天就去办。就算我们离婚了，你也没必要离开卓越。我和我爸都不是小心眼的人，得到这个职位也是不容易。你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离开卓越，是为了咱俩能够重新开始。你走了，我们就能重新开始吗？
也许吧，但不走肯定不行。我是真不想让自己的前途跟家庭永远掺和在一起。我离开卓远，我就不再是你们卓家的员工了，也跟你爸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了。到那时候，咱们就是最单纯的家人，多好。你的愿望是美好的，我会努力让它变成现实的。冯振生，实事求是的讲，你是我的老公，得到了不少好处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我都是你的一条捷径。实事求是的讲，这也是一种负担，对吧？你爸怎么对我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越努力，越适得其反，就越导致我的心态失衡。我心态一失衡，就导致咱们俩的关系越来越差，这简直就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。我们在一起是有代价的，你的代价是简单，是8年的感情；我的代价是与所有人为敌。为了你，我跟我爸闹成那样，可我们现在变成这样，我们付出的所有代价，值得吗？小婷，如果咱们现在放弃的话，我之前付出的就全都白费了。你们的离婚手续都办完了吧？爸，春生有话跟您说。爸，我打算辞职。辞职？我和春生，爸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我再在卓远干下去的话，我跟小婷的关系，我跟您的关系，都会一直被利益裹挟，所以我打算离开卓远。我要跟小婷好好过日子，像正常的夫妻一样过日子。这么说，你是支持他的？爸，我知道你对春生有成见，他在卓远也受到不公的对待，他愿意离开，我觉得是件好事儿。你这孩子，你让你爸爸怎么说你好？爸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我愧对你们一家子的。但是既然小婷愿意再给我这次机会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的照顾小婷，好好经营我们这段婚姻。你这话也只能骗他，你骗不了我。你这么做的目的不就是为你自己吗？你在卓远没戏了，只能出去找机会。爸，好，既然小婷愿意再相信你一次，那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。但是冯晨生，你给我记着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你让我们家小晴再受一次委屈，这后果你自己知道。以后春生不再是您的下属了，只是我的丈夫。你会祝我们幸福吧？
你的工作非常的出色。西北那边的卓远广场是今年地产业最成功的案例，业内都认为你是卓远高管层里最年轻的、有干劲儿的后起之秀啊！谢谢您的肯定。你来担任我们招商部的总经理，肯定没问题。我也非常期待着与你的合作。既然您这么肯定我，我也肯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。但是我就是有一件事不太明白。你说你是卓老板的女婿，你在卓远又干出了那么多的成绩，你舍近求远来到我们这个公司，你不觉得屈就啊？哎呦，您也是太谦虚了。其实您这公司也算是在地产界的一个后起之秀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卓老板也舍得让你这么好的帮手离开？既然您问到这儿了，我也不瞒您。其实，在我离开卓远之前，我跟我岳父也长谈过好几次。他是不希望我离开，但是就我个人而言，只要我在卓远，不管我干出任何成绩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我是靠裙带关系。我只有在别的地方干出点名堂，才能证明我自己的实力。原来卓老板是让你出来锻炼的，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所以在这点上，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岳父。春生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各位，把手上的工作放一下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即将上任的招商部的总经理冯总，他拥有非常丰富的大型商业中心项目的经验。今后大家是一家人了啊，好好配合冯总的工作，做出好成绩。冯总好。大家好。春生啊，这都是你团队的人，给他们说两句。客套的话我也不说了，待会儿我会逐个跟大家来聊一下项目的情况，你们先做下准备，好吧？走，我带你去办公室。好。离开你岳父的公司了，上次那顿酒没白喝。对，我跟小婷的婚姻算暂时保住了。既然付出了代价，就要珍惜成果。没错。你呢？我怎么了？简单，你真的放下了吗？我看你是自欺欺人呢。一进公司就身居高位，不就是因为你是卓之南的女婿吗？开始攻击我，戳到你痛处了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对，特别对。卓之南是我的岳父，这样挺好啊。有这样的岳父，能够给我创造很多很多机会。有进步，变坦诚了。上次你跟我说，要照着你这面镜子看看我的未来。我看了，我也想了，但我不想成为你。婚姻、事业，我都想要。这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？总得试试吧。祝你好运。谢谢。你跟星火文化谈的怎么样？谈得挺好的，我觉得何总是个明白人，也挺有诚意的。他不过告诉我们的是，虽然别的公司出价的溢价比较高，但是他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。有别的公司？有啊。出价比我们高多少5%。知道哪个公司吗？何总没跟我说啊，我还是派人去打听的，应该是齐力出版。曹总。曹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呀？星火文化的事儿，你有点不太地道吧？谁的公司不都是发展的吗？再说了，在商言商嘛，各凭本事。哎，列文啊，你不至于吧？在商言商，行。
你马上跟星火文化联系，就说我们溢价10%。你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，可是你要不要慎重一点啊？连曹总都看中这个项目了，说明我们的选择没错。可是我们公司现在没有这个承受能力，出不了那么多钱。那就去拆借，抵押一部分资产。你马上就去跟星火联系，赶紧把这事儿定下来。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支持你。最近我准备并购一家小公司，资金上还差2000万的缺口。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。老马啊，有些话可能不太好听，但是我还是得说。旭升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，你现在要并购公司，会不会有点冒险啊？你担心我还不起吗？马总的意思是，既然是朋友，就得让大家都得了好处。对了，我让法务部拟好了一份借款协议，您看一下，固定回报5个点。对于短期投资来说，这个回报还是相当不错的了。如果能够提高到7个点，我这边问题不大。没问题，老柔，让您改一下协议，明天就签字。马总啊，这么大一笔钱借给你了，我可是承担了不小的风险啊，你可一定要按时还款啊。我的信誉你还信不过吗？来，我觉着我还能让马凌文出更多的钱。还是见好就收吧，稳妥一点。那我跟小何说一声，让他签合同吧。转移资产的渠道，你联系好人了吗？你就放心吧，钱进来了，我还能拿不出来？靠你了。还有啊，最近少让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。下车吧。哪有一个像干活的女的？这怎么停工啊？这不是公司没有按时发吗？公司那边的财务流程太慢，还得等1个星期。我知道。负责人在吗？来了，杨总他们在里面呢。杨总，还有各位兄弟，我先跟你们道个歉，抱歉这么长时间这公司没发下来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也一直在沟通，公司那边财务已经给我回信了，保证1个星期之内钱到账，好吗？好呀，您钱到账，我们马上复工。哎，杨总，现在这个工期耽误不起啊，1个月之内必须得完成装修。那是你们的事儿，我们乙方见钱开工。冯总，您说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但是，你想，我们志成也不是个小公司，说能跑了是吧？而且这今后咱们还得长期合作呢嘛，能不能相互体谅一下？您能不能体谅体谅我们？我手底下兄弟都是外地来打工的，您大公司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他们可都指着这个养家糊口呢。理解，我特别理解。得，那杨总，你的意思是必须见钱开工，对吗？对。行，这钱我先垫了啊，麻烦您跟我去银行，钱到账，您马上让兄弟们开工，行吗？没问题。得嘞，那麻烦你们几个到外面先等我一下。行，好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这么着，从今儿开始，我搬到工地这边来住，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，随时解决。咱们只有一个目标，把这个项目干好，啊？好。哎，对了，冯总，这附近有一个不错的酒店，我给你订间房。不用，你们那个宿舍有没有空的屋子？给我腾出一间来啊，打扫干净就行啊。我先去。这段时间你可得注意你的身体啊，否则会留下后遗症的。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。还有啊，你一个人在家无聊的时候，你就跟我打电话，我可以陪你逛街，像今天一样吃饭，做什么都行啊。你不是帮着马烈文忙着收购公司的事儿吗？肯定累得不行了，我哪好意思打扰你？你少来了，我哪像你啊，重色轻友的，他的事没你重要。这个我信。哎呀，我还真想不明白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能原谅冯春生呢？要是我的话，不但不原谅他，我还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不管我之前是多生冯春生的气，可这孩子毕竟是我自己不小心，他才掉了嘛。这么大的坎儿，你过得去吗？这2天，我就把给孩子买的衣服、玩具处理一下，看不见就会好很多。先不说我原谅春生，其实我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如果这么草率的离婚，我不甘心。哎，像我们做生意的人呢，最忌讳的就是舍不得成本，反而还会让损失变得更大。我觉得做人也是一样的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对马烈文不计成本。完全不一样。你对冯春生和我对马烈文截然不同。你是和马烈文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，出什么事儿呀？哎，你别担心我了，你好好的养身体啊。给你加块牛肉。不管你原不原谅冯春生，但是你要记着，你得养好身体，知道吗？多吃点。哎，怎么办呀？我太紧张了，我这是没演过戏。你这发型不对啊，花木兰应该是一个揪子在这儿。哎，我头发那么短，怎么揪起来？就这样吧。哎，我姐，那有没有年轻帅气的让我演一演啊？你前2天让我演孔老夫子，今天又变成花木兰他爹。哎呀，你演我爹都占便宜了，还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下一个我们拍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你演焦仲卿。不是姐，你让我自挂东南枝去啊？你提前说好啊，我跟清浅可不参与这个，寓意太不好了。这个清浅，等我这视频上了线，我就给你们俩补发片酬哈。哎，呀，杜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你看这也是我亲自抓的项目嘛，我过来看看。好好，哎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弟弟，你好，你好，欣然，这是他女朋友清浅，都是来给我帮忙的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哎呀，这还真有点古代人的意思啊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那你们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那个下边有导演，还有监视器，您坐监视器那儿看吧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太好了。走。快点快点，好了没？来这里。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老师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古代了吗？对呀，你们现在是在晋魏南北朝，啊，是在古代。老师，那些人为什么围在那里？他们在看什么？啊，这是皇上下了军帖，那个时候呢，经常打仗，皇上呢要求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个男丁去参加打仗，你们围过去看好吗？哎，
从人头缝里钻进去，你们个子小，钻到最前面，对，钻到最前面，往前走。哎，好。导演，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开始拍了。导演，那今天就收工了吧？啊，对，好吧，辛苦金老师，好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了哈，今天收工了，谢谢。顾老师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就是细节上略显青涩，不过我看到了潜力，大有可为啊。是。哎呀，这拍摄真是太辛苦了。哎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麻烦了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其实我还有些想法呀，想顺便跟你聊聊。那行，车就在外边，马上走。行，我去拿个东西。哎。哎，简单。你估计一下，这个事儿得多长时间可以彻底完啊？拍完，再做完后期，我估计再有半个月就差不多了。哇，太棒了！我呀，已经跟那个播出平台联系过了，等你这边一完事儿，我就带你过去跟他们接洽，应该问题不大。那就是说我们节目很快就能上线啊？对呀，高兴吗？顾老师。大恩不言谢，我希望今后我也有能力可以帮到您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一天忙到晚的，你男朋友就不介意吗？我没有男朋友，而且我暂时也不想考虑感情的事。其实生活中，如果缺少了感情的滋润，是不是也有点虚无啊？不会啊。我觉得其实挺充实的。当然了，像您这样家庭幸福，事业成功，那是最圆满的了。哎呀，幸福，非常幸福。其实啊，有的时候，结了婚的人比单身的人更寂寞，而且这种寂寞还带着一丝悲凉。顾老师，我家就在前面，要不您靠边停吧，我下车走过去就2步路了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必须把你送到家门口。顾老师，谢谢您送我。哎，你就这么着急回家吗？明天一早还要拍摄呢，您也早点回去吧。哎呦，我是真不想回去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阳光只是照在事物的表面。你看我吧，好像是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。其实我内心的痛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您还是早点回去吧，您的家人还在家里等你呢。简单，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聊聊天。可以，改天我们找一个白天好好聊聊。简单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不行，
我们是工作关系，我觉得还是单纯一点好。我不希望您这种失控的情绪影响到我们工作。简单，你真的很特别。我想帮你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可以让你成功。你看，你这个聪明人，一定不会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吧？在工作上，我一定努力，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但是其他的事情，恐怕要让您失望了。啊。先生，小婷，你来干嘛呀？哎呦，我，哎呦，啊！你就住这儿啊？有的人活着，有的人死了，日复一日的生活，在盼望什么？年少的炽热，在熄灭后沉默。生命要过去了，我却没活过。我不敢想，不敢问，不敢做，怎么办？不知道上天会不会给我正确答案？害怕未知的道路，又怕留下遗憾，有多为难？不想生命它过了一半，再重复一半。苟延残喘的与时间挣脱，这不平凡。坚持到最后，也许会逆转，无惧黑暗。我不敢想，不敢问，不敢做，怎么办？不知道上天会不会给我正确答案？害怕未知的道路，又怕留下遗憾，有多为难？不想生命它过了一半，再重